10年归途，两仪新生，深度解读风琛旺2026秋冬上海大秀。说实话，当这次上海时装周的日程表公布，看到风琛旺的名字赫然在列时，我心里其实是咯噔了一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很多关注中国设计师品牌的朋友来说，王逢辰这个名字早就不仅仅是一个标签了，它更像是一个符号，代表着中国先锋设计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韧性。而这一次2026秋冬系列不仅仅是新一季的发布，更是他品牌10周年的里程碑。更关键的是，他选择了回家，从伦敦回归上海。这种回归，在我看来，绝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移动，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落地。大秀当天，现场的氛围真的很难用1-2句话概括。灯光暗下，音乐响起，那种扑面而来的能量感，让我瞬间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一场走秀，更像是一场关于能量的仪式。官方给这次大秀定的主题是山海能量场，听起来很玄，但当你身临其境，看着模特们从那些仿佛山峦起伏的装置中走出时，你又会觉得无比具象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的能力，正是王逢辰最厉害的地方。他没有用那种很直白的中国风元素去堆砌，而是用一种更当代、更国际化的语言，去讲述东方的故事。咱们先来聊聊这次的核心灵感——两仪哲学。提到两仪，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阴阳，是太极。但在王逢辰的解读里，这不仅仅是静止的对立，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。在2026秋冬系列里，这种哲学被拆解进了每一针每一线里。你看那些廓形，有的地方极度收紧，勾勒出身体的线条，有的地方又极度宽松，像是山间的云雾一样包裹着穿着者。这种松紧并置的剪裁手法，说实话，非常考验版师的技术，稍有不慎就会显得拖沓或者拘谨。但在这次大秀上，我看到的是一种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微妙张力。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处理方式，因为它很像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态，既需要在工作中保持严谨的秩序，又需要在内心保留一份混沌的自由。再说说材质，这季的面料碰撞真的很有看头。王逢辰一直擅长玩转面料，但这一季他玩得更狠了。厚重的材质与轻盈的纱网交织在一起，就像山石的坚硬与海水的流动并存。当模特走动时，那些厚重的面料随着步伐产生沉稳的垂坠感，而轻盈的部分则随风飘动。这种视觉上的反差，直接拉满了服装的层次感。我在现场忍不住想，如果我能摸到这些衣服，手感一定非常奇妙。这种厚重与轻盈的对话，其实就是在演绎两仪中阴与阳的共生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运动装就是功能性的，就是硬朗的，但王逢辰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。他告诉我们，运动美学也可以很柔软，很有哲学意味。这种对材质的敏感度，真的是天赋加经验的积累，不是随便哪个品牌都能模仿得来的。色彩方面，这一季的主基调定在了黑色和绿色。黑色不用多说，是力量，是神秘，是时尚界永恒的经典。但那个绿色选得非常有讲究。它不是那种嫩绿，也不是墨绿，而是一种带着生命力的，仿佛从深山里长出来的苔藓绿或者森林绿。这种绿色点缀在黑色的基调上，就像是在混沌的黑夜里点亮了一盏灯，或者是在寂静的山谷里听到了一声鸟鸣。偶尔出现的亮色点缀，更是神来之笔，打破了整体的沉闷感。我个人对色彩一直比较敏感，我觉得这一季的色彩搭配非常高级，它不刺眼，但很有记忆点。他没有为了博眼球去用那种高饱和度的荧光色，而是选择了更耐看、更有质感的色调，这非常符合品牌10周年这种沉稳又不失活力的调性。这次大秀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看点，就是与 Visa 的合作以及奥运选手的亮相。说实话，刚开始看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有点好奇，一个支付品牌和一个时装秀能擦出什么火花？但看完秀我明白了，这不仅仅是商业合作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契合。Visa 代表着连接与流通，而奥运选手代表着极致的运动精神与人类潜能的突破。当真正的奥运冠军穿上这些衣服走在 T 台上时，那种气场是普通模特无法比拟的。他们的步伐里带着常年训练出来的力量感和节奏感，这让衣服活了起来。我注意到，当那位奥运选手走到台中央定点时，全场那种屏息凝神的安静，真的非常震撼。这让我感受到运动精神注入先锋设计，不是一句空话。王逢辰没有把运动装做成单纯的健身服，而是提取了运动中的那种张力和流动性，将其融入到日常可穿的时装里。这种尝试，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的。因为现在的消费者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他们需要的衣服是既能应对生活场景，又能表达自我态度的。
奥运选手的加入，相当于给这个系列做了一个最有力的背书。这些衣服是经得起动态考验的，是真正为行动者设计的。这种跨界比单纯的印个 logo 要有意义的多。咱们再往深了挖一挖，聊聊东方解构这个点。王逢辰在伦敦圣马丁求学，又在伦敦建立了品牌根基，他的设计语言里一直有着浓厚的西式剪裁功底。但这一次回到上海，他明显更强调东方的内核。所谓的东方解构，在我看来，不是把盘扣、立领这些元素拿来用，而是用东方的思维方式去拆解服装的结构。比如两仪的概念，就是一种东方的辩证思维。他在设计时考虑的不是怎么让衣服看起来更夸张，而是怎么让衣服内部的力量达到平衡。这种思维方式让他的设计在先锋的同时又不失实穿性。很多先锋品牌容易陷入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怪圈，衣服好看但不能穿。但风琛旺的衣服，你仔细看，它的功能性是很强的。多穿法的设计，可调节的细节，这些都是它一贯的签名式元素。但在这一季里，这些功能性的细节被赋予了哲学的含义。比如一件衣服可以有两种穿法，这本身不就是两仪的体现吗？一变二，二生三。我个人觉得，这才是最高级的文化输出。不是把龙纹印在 T 恤上告诉世界这是中国设计，而是用设计的逻辑和结构去传递东方的智慧。这种内敛的表达反而更有力量。说到从伦敦回归上海，这背后的意义其实值得细细品味。过去10年，中国设计师品牌大多是以出海为荣，觉得在伦敦、巴黎发布才是最高规格。但王逢辰在10周年这个节点选择上海，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：中国本土的时尚土壤已经成熟了。上海时装周如今的国际影响力，完全承载得起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发布。而且回到本土，设计师能更直接地触达它的核心受众，能更敏锐地感知到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脉搏。我在现场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有媒体，有买手，也有很多普通的时尚爱好者。大家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兴奋和期待，这种氛围在国外的秀场上是很难完全复制的。因为这里有共同的文化语境，大家能瞬间读懂设计师藏在细节里的那些梗和隐喻。这种归属感对于品牌接下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我个人认为，这可能会掀起一股回流的风潮，让更多在海外的优秀中国设计师开始重新审视本土市场的价值。这不仅仅是王逢辰一个人的选择，这是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。当然，作为一个看了这么多年秀的老观众，我也在思考10周年之后，风琛旺接下来会怎么走？这一季的山海能量场像是一个总结，也像是一个新的起点。但我最感动的还是设计师在那份矛盾中见和谐的坚持。现在的时尚圈太快了，快到大家恨不得每一周都出新花样。但王逢辰好像一直有自己的节奏，他不被潮流裹挟，而是坚持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述故事。这一季里，你能看到他过去的影子，比如标志性的拼接，但又能看到明显的进化。这种进化不是颠覆，而是生长。就像山里的树，年轮多了一圈，但根还扎在那里。这种稳定性，在如今这个浮躁的行业里，真的太珍贵了。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长期主义的态度，它让品牌有了灵魂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卖货的商标。最后，我想说说这场秀留给我的余韵。走出秀场，上海的夜色已经深了，但脑海里那些黑绿交织的画面还在闪回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，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按摩。它提醒我们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或许也需要寻找一种两仪的平衡：工作与休息，进取与沉淀，厚重与轻盈。王逢辰用时装给出了他的答案，而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答案。总的来说，风琛旺2026秋冬系列是一次完成度极高的发布。它没有辜负10周年这个沉甸甸的标签，也没有辜负上海时装周这个舞台。它用专业的设计语言讲好了一个中国故事，用先锋的审美视角诠释了当代的运动精神。对于消费者来说，这是一季值得投资的衣橱单品；对于行业来说，这是一个关于品牌成长与文化回归的教科书式案例。如果你问我这一季最推荐什么，我会说去关注那些细节，去看看那些拼接的缝线，去摸摸那些不同材质的碰撞，去感受那些藏在廓形里的哲学思考。因为真正的奢侈品不是价格的标签，而是设计背后那份打动人心的思考与诚意。王逢辰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漂亮。10年是一个节点，更是一条起跑线。看着他在 T 台尽头向观众致意，我真心觉得属于中国设计师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。而风琛旺无疑是这个时代里最耀眼的名字之一。期待下一个10年，
它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，也期待更多的中国设计能像这样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，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山海故事。这或许就是这场大秀带给我最大的感动与启示。